这里是马来西亚槟城的极乐寺，也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华人寺庙。正赶上中国的新年，这里举办了大型的灯会，感觉整座山都被点亮了，非常的壮观。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灯会，跟我一起来逛一逛。昨天有个粉丝提供了信息，说槟城的极乐寺正在有大型的灯会，在新年里能赶上这样的灯会非常难得。极乐寺离老城比较远，正好有直达的公交车，于是坐公交车前往。公交车开了40分钟到达了极乐寺，一路上正好坐公交，欣赏一下槟城的大街小巷。下了车，有路牌指向极乐寺，远远的就看见山上有一组寺庙建筑。这个寺庙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这个寺庙平时是免费的，但是灯会期间可能收几块钱的门票。山脚就可以看到一个放生池，里面有很多的乌龟。这个寺庙香火旺盛，也被设计成了整个无障碍通道的寺庙。从山脚到山顶一路都有电梯和摆渡车，不过这个缆车套票是收费的，往返一共是16块钱。其实山不高，普通人很轻松的可以登上去，但这些缆车和交通的费用都是为了筹集起来兴建修复这些寺庙的，所以不少人还是选择了乘坐缆车上去。前面的就是山顶的建筑，上山一共有2段缆车和一个摆渡车，前2段都非常的短，就最后这一段大概有200米的距离。整个寺庙有2个大的游览区域，一个是极乐寺为主的一组建筑，一个就是现在去的山顶一个观音巨像。一般来槟城的游客都会来这个极乐寺，除了拜一拜，这里也是登高观景的一个好地方。上面有一个巨大的观音，何况现在是春节期间，这里有非常大型的灯会。这就是位于山顶的观音圣像，非常的高大，感觉有几十米高。这个观音圣像做工还是非常的精美，可见是耗资相当的巨大。这个极乐寺后期一直在不断的扩建维修，所以需要巨大的资金。在这里随处可见到各种捐献，这里的缆车还有所有的摊铺盈利都是归这里的维修基金。远处是市区，观音圣像所在的山顶还有一些其他的建筑，很多游客也都是来这里拜一拜。这里自然风景还是非常美的，在山上还可以俯瞰市区，在山上也比较凉爽，可以看到远处的市区建筑。平时这里都是白天开门，但现在是灯会，每天晚上7点半这里就亮灯。7点半整个灯亮起来了，光是山顶就有成千上万的明灯。很多人看到这么多盏明灯非常的兴奋。山上的庭院和很多树也被装扮了起来。我是全程往返坐缆车，费用是16元。如果徒步上来，这个山顶会收2块钱的门票，估计也仅限在灯会期间收费。确实这个灯会规模非常大，花销也非常的庞大。整个山顶被装扮得美轮美奂，观音圣像也被照亮起来，金光灿灿的。
我先是直接上了山顶看这个观音圣像，现在准备去中层的极乐寺景区看一看，也是坐缆车下去。切哪旁边？切你的右手边。半山腰这个极乐寺感觉规模更加大，而且更加的灯火通明。这里有好几组非常庞大的寺庙。首先看到的是大雄宝殿，这个极乐寺有100多年的历史，当年清朝政府也对极乐寺刮目相看。这个大雄宝殿还是光绪皇帝题的匾额，上面还有光绪的玉玺。整个寺庙群规模太大了，有点绕得慌。但是有几个殿堂是一定要参观的，到处都是彩灯。这个极乐寺是清光绪15年，也就是1889年，由福州涌泉寺的方丈妙莲禅师开山兴建的。这个寺庙也结合了中国、泰国和缅甸3种不同的建筑风格，寺内五彩缤纷的建筑，无论是当地华人还是游客都非常乐于前往。当年建这个寺庙也得到了很多著名华侨的募捐。现在这个气势非凡的极乐寺已经占地是12公顷，感觉如果从山上走到这个极乐寺会更便于参观。我就是来来回回找不到路，所以参观了2遍。不过光看这些漂亮的灯会已经非常不错了，但是有几个地方必须打卡一下，犹如进入了一个大观园，经常迷路。远处这是万佛宝塔，这里是从山下走上来首先看到的地方。从这里会依次看到大士殿、万佛宝塔、大雄宝殿和五方佛殿。本想从这个台阶上走向万佛宝塔，还此路不通，因为灯会期间的万佛宝塔要单独收费，只有1个通道。经过了大士殿，这也是极乐寺首先建的一个大殿，里面的空间非常的庞大。这个大士殿已经是100多年的历史了，也是最早的极乐寺。这个极乐寺都是可以拍照的。大士殿旁边的建筑也被打扮得非常漂亮，周围摆满了祈福灯，场面真的非常壮观。现在穿过绝路的大门，回到极乐寺。现在来到了五方佛殿。这个大殿也很漂亮。这个大殿里面也非常的精美。五方佛，好像是檀木雕刻的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继续往前走，去万佛宝塔。这里面灯会期间单独收费2块钱。这个万佛塔是1915年动工，1927年建成的，是绝无仅有的世界建筑奇葩。塔下还有一个大钟，大钟有求必应。这个就是万佛宝塔。万佛塔四周的所有庭院都灯火通明的。
前好像是有一个牌楼一样的门。海天佛地，因为佛地还是比较特别的。上写海天佛地，这个是慈禧太后题字的，大印章，可见当时清朝对于这个极乐寺的重视。看得到吗？上面还有慈禧的印章。这个万佛宝塔是可以登上去的，不过很多人没有找到入口，其实就在塔下面的那层。这个塔融合了中国、泰国和缅甸的一些建筑特色。底下的2、3层是中国的风格，好像第4层是泰国的，往上面的好像就是缅甸风格的。游客可以登到第7层，第7层有个观景台，感觉白天这里应该视野更加开阔，可以看到山顶的观音圣像。观音像，山下万家灯火，整座极乐寺灯火辉煌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下来了，这个极乐寺还是规模非常庞大的，加上离老城比较远，来这里至少要花上半天的时间。因为现在是灯会期间，所以会收取少量的费用，平时这里是免费的。当然如果坐缆车就要收费了。一直逛到了晚上9点多才开始下山，这个是下山的最后一段缆车，感觉也就几十米的距离吧。我个人感觉第2段的缆车可以单独买票坐一下。最后回望一下山上的极乐寺。回去选择了打车，打车还是比较难的，因为离市区远一些。感觉马来西亚打车不贵，非常远的距离只有20多。回到阿波罗，回到酒店楼下吃个夜宵。这里是汕头街的夜市，一直营业到深夜。特意选择了住在老街这里，就是吃饭方便。这个美食小吃现在都是10几块钱，比以前虽然涨价不少，但还是便宜。养生4果，红豆莲子白果龙眼，还有什么燕菜，要一点炒面。11点。明天继续带大家深度游览一下槟城。其实槟城还是非常大的。老城的民宿酒店空间很小，但还算舒服。明天见。